我是 DR 传播的魏哲，我带着董小鹏来给你道歉了。出去。叶东烈，董小鹏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我不接受，他道歉我不接受，你叫他出去。咱们冷静点行吗？你看，叔叔还在这躺着呢，咱们在叔叔面前这么大吵大嚷的，也不太合适吧？你也给我出去！董小鹏，我告诉你，我叶东烈这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仅把我爸撞成这样，还到网上去造我爸的谣，往我爸身上泼脏水，你是人吗？你简直就是王八蛋！你骂谁呢？给脸不要了是吧？张鹏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来给你道歉是给你面子，别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！你都根本我就叶东烈闭嘴！咱们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点。你告诉我，刚才你说我们在网上造谣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演戏呢？这些帖子是你们 DR 传播帮他发的吧？收了他的钱，就跟他合起伙来撒谎骗人，表面上跟我来道歉，背地里头去诬陷我爸。你们真的没一个好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蛋！滚啊！我早说不来吧？你看他那个样啊，简直是要把我吃了。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拦着，他真没准把我打死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干的吗？哎，什么呀？是个帖子就赖我呀？我听说有人昨天晚上接了笔大买卖，顺手还给我发了个付款截图，一出手就是3万块，挺大方呀。什么呀？我凭什么给3万块钱？我脑子有病啊！微信的头像是你吗？啊，对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不要在网上留下任何的印记。谁让你去买水军骂人的？我又没瞎说。再说那不都是你说的？叶永福要钱不要命，这不都是你的原话吗？我现在说你是个傻蛋，这也是原话。你找水军去发去。你骂谁呢？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公关专家就跟我在这指手画脚的吧？要不是看在我妈的份上，要不是你妈这案子，我根本就不接。明明做错事了，在这振振有词，不知好歹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要找叶东烈谈和解？你知不知道叶东烈对你现在是恨之入骨？你这么做我怎么谈？你要不想谈和解，没问题，你继续去买水军，到网上去骂人，我一点也不拦着你。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做这些事儿之前，先去问问你的律师，如果不能庭外和解，你需要坐几年牢。董小鹏是在2011年4月拿到的驾照，第一次出车祸是同年6月，他撞了人，赔了人家50万。2015年，他把一辆小货车撞进了水库，幸亏人没死，赔了80万。第3次就是去年，违章追尾一辆出租车，还把后排的乘客撞骨折了，赔了15万。另外还有很多违章记录。这是从交管局提取的复印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董小鹏挂在嘴上的话是，他们都是拿钱走人。他习惯了拿钱解决问题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在出事后不是第一时间送人上医院，而是想拿钱私了。这些肇事记录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董小鹏他是马路杀手，也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不够细致。但就凭这几次事故来推断，这一次他还会用同样的思维来解决问题，甚至于撒谎来掩盖真相，我们是不是太武断了？警方那边也在彻查此事。所以我现在需要董小鹏跟我说真话。严总，这份资料您再看一下吧。实景魔术的创意，艾文很喜欢，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艾文面前极力推荐你们的。谢谢严总。一点小事儿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艾文那边还会有什么其他要求吗？有我在，你还用考虑这些吗？是的。
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可以呀。谢谢你，严总。哪里，别客气啊。走了。慢走。好。严总，嗨，久等了。那个是 DL 的抒情吧？是啊。严总啊，您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吧？把两家放在一起比较，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，你说是吧？您直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？你炒股票吗？怎么严总对炒股票感兴趣？也不是什么兴趣，就是理财嘛。之前我买了几只股票、基金，早先还买了点期货。不过最近我听说好像流行做股权投资，这我倒是蛮感兴趣的。你有什么好的公司推荐吗？明白了，股权投资。您说这些话，我一定都给袁总带到。你父亲所有的治疗费用由我们来承担。另外，董家愿意再拿出100万作为额外赔偿，可以一次性付清，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同意庭外和解。我不同意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骂你也骂够了，气也出够了，总得有个明确的态度吧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走吧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，我非常的理解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抛开情绪的因素，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江达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到现在你还怀疑我？你是不是朋友啊？就因为是朋友，我才来找你说的。如果你真的撒谎了，你现在就去找警察，主动坦白，知道吗？有病吧你啊！合着法院没判我，你先给我判了。我们查过你的违章记录，你出车祸撞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是，我是出过几次车祸，可我跑过吗？我哪次不是认罚赔钱呢？你找水军黑夜有福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问题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江达林，别人不了解我、怀疑我也就算了，你也怀疑我？真相和清白都救不了你爸，你就算把董小鹏送进监狱，让他血债血还，你爸能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吗？我认为你现在应该想的是，怎么样能让你爸得到最妥当的安置和照顾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钱。没错，我们是穷人，我们是需要钱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可以拿钱来任意摆布我们的人生。我跟你说，董小鹏他撒谎，我一定让他坐牢。可以啊，法律是很公平的，也是很无情的。法律不会因为你父亲躺在病床上就会多给你100万，这是我们从道义上给你最大的赔偿。100万，不仅可以让你父亲更好的康复，还可以给你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，这不比真相更管用吗？我问你，如果你爸爸被撞了，多少钱能够让你原谅一个人在撞倒你父亲之后不施救、不报警、扬长而去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接受一个人明明可以把你父亲送去及时治疗，而因为没有治疗，现在可能变成植物人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放弃骨气、放弃尊严？100万、1000万，还是1个亿？我要是骗你，我游戏排名一辈子垫底儿。幼稚！不够狠是吧？我发誓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出门让车撞死。江达林，江总裁，我的江大法官，你就别这个眼神看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从小一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就哆嗦。我都发这么毒的誓了，你就不能盼点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你们不让我干什么，我坚决不干，行了吧？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帮你的。打官司，
那是一件多么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呢？而且如果没有人帮你，你很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甚至会荒废你的学业，荒废你的前途。你说你父亲每天起早贪黑、风吹日晒的送外卖，他为了什么呢？他不就是为了你能顺利地完成学业，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这就是他的心愿呀。为了他的心愿，为了他能够更好的康复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，尽快地了解此事。没关系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喂，魏哲。Stella， 我刚刚和叶东烈谈完，很艰难，我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。我在想，能不能请你出面跟他谈谈关于和解的事情？你认为他对我就没有敌意吗？因为上次他父亲转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是你帮的忙，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印象能好点。那我试试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拜拜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太忙了，所以忘了。没事儿，你是第二楼总裁，你肯定有好多事儿需要办嘛。其实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的。没有，我挺愿意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的聚会，都没有人叫我。我们说的校友聚会呢，就是在上海漂的一些同学，简单的聚一聚。那你是第二楼总裁，是应该劳烦你。我也就随便问问，哎，没想到你还真答应了。你骂人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师妹了？当然了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师妹。哎，大林，我想问一下，像你这么单纯的女孩，有没有人骗过你？当然有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房东骗了我大半年的水电费呢。如果你知道有人骗你了，你会生气吗？必须不能原谅。每次被骗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。不过呢，如果是善意的谎言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房东拿着骗我的钱去做慈善了，我心里说不动。善意的话，就放心了。嗯，放心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随便说说。吃饭了吗？你干嘛来了？替前面人打圆场来了？我说我不是，你肯定也不相信呢。帖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是专门过来跟你解释的。我不需要你解释。舆论是无法控制的，不过请你相信，那些帖子真的不是我们发的。我们想要跟你和解啊！我不想跟你们和解。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那么愿意给自己树敌的人。我可不想成为你的敌人。
你这个样子，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会写程序，我不用去社会上，也能养活我自己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你晚上要陪夜，白天应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你要是休息不好，晚上怎么有精力照顾你爸爸？再说了，这个房间里没个插线板，你电脑很快就没电了吧？到时候你怎么写代码？你别以为你这样对我，我就会心软。我绝对不会原谅董小鹏的。你想多了，我是来表达善意的。至于你接受不接受，随你。我在外面等你。洗衣液、香皂什么的都买完了，待会儿找一个大的超市买2个脸盆，一个洗脸，一个洗脚。这不需要脸盆。不是给你用的，是给你爸爸用的。还需要买几条毛巾，干纸巾、湿纸巾，我给你写下来吧。保温杯。我给你留点现金。我不要你的钱。那这样，待会儿你买了东西记得开发票，发票抬头写这个。你好好休息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咳嗽，可以试着含一个姜片，这么大，别太厚，含着就行。好，谢谢。同学们呢？对不起啊，我编了一个拙劣的谎言，把你骗到这儿来了。所以你会在车里问我那些是吧？是，我怕我没有勇气说出来，所以我特意置办了这样的场合。这里只有咱们2个人。啊，这个是我送你的999朵玫瑰，代表着我对你的心意。
害怕。老婆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请你原谅我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中年危机，我现在就是中年危机。在酒店，我得看着别人的脸色混日子，还要靠着自己老婆帮忙，我才能混下去。我心里什么滋味？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抑郁啊！我真抑郁！我跟你说，人抑郁起来以后，他就想自杀，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对，你就当我行为失常好不好？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你们女人不都是有更年期吗？当我是男人更年期提前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记得6年前的今天吗？那是我第一次在辩论台上见到你，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女孩好强心怎么这么大呀？咄咄逼人的，但是她又有点古灵精怪，挺可爱的。结果我见到你的第一面，就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。很多次我在梦里都能看见你用那犀利的眼神在注视着我。说实话，跟你分开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着你。我每次都能想起咱们的那场辩论赛，我觉得这是老天特意安排的。你很得意吧？赢了我一场，还想一直做美梦啊？是，那次我是赢了，但是我是赢在了强词夺理上。所以，我今天想放弃我外在所有的东西，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愿意听吗？我们去旅游，我们还去马尔代夫。对，去过了。我们去埃及，我带你去看金字塔，让法老跟木乃伊见证我们之间的爱情。老婆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你这一声不吭的，我这心里没底啊！你骂骂我，要不你打我。你说完了吗？来，打吧。我们分居吧。分居？你是想跟我离婚吧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离婚了吗？连离婚证都做好了。是不是那个女人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婆，她跟你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信。这个女人心机她太深了。她刚开始，她只是说想跟我做好朋友，我觉得做好朋友无所谓啊，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她就变味儿了，她逼我离婚，她吃安眠药，她要跳楼。我真的是实在没办法，我看她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，她太可怜了。我就是一时良心发现，我才做了个假证给她看一看。你良心发现？
我发誓，我崔英俊从来都没有想跟你离婚过。我骗你的话，我出门的时候撞死。你想不想跟我离婚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想跟你离婚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这么做。但是既然老天让咱们重逢了，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必须要试试。我知道咱们地位悬殊很大，但是我无所畏惧，我很努力。我从一个小地方一个人打拼到大城市，这就足可以证明我不怕辛苦，我有能力改变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也可以让我爱的人幸福一辈子。所以，我今天把你骗到这儿来，我也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即便是失败了，我也不觉得丢人。崔英俊，你搬出去吧。你得搬出去。对，你搬出去，我们都冷静冷静。这是哪儿啊？你看你这戏啊，这是陆家嘴啊！我搬出去，我凭什么搬出去？我为什么搬出去啊？我在陆家嘴。我在这儿我已经睡习惯了，我搬到别的地方我睡不着觉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四民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小三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你也很大部分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人家老婆是怎么做的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是怎么伺候你的？做饭洗衣服我就不要求你了，你连个笑脸都不给我，一提这脸我就更上火。你自己好好照照镜子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看你的脸我就不行。我浑身都不行，我哪儿都不行。你记不记得去年你说要孩子，为什么没要上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张脸，我被你这张脸吓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搬，我搬。你就一个人待在陆家嘴。江大林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没事儿，你好好想，你慢慢想，反正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不怕继续再等下去。期待是美好的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。
入安豪国际。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情况？你住酒店了？我搬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没忍住，跟他吵了一架。这些都是崔英俊出轨的最新证据。我1分钟都不能等了，你拿着他们，赶快帮我把婚给离了吧。行，我去办。你还好吧？少喝点酒。我了，一声不吭，像鬼一样坐在那儿。干嘛？没去会啊？去了，没劲，提前回来了。怎么还吃泡面啊？跟李斯特生气了是吗？哼，比那个更过分。吃饭的时候，房东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把房子给卖了。我可是签了1年的合同呀，他这分明就是违约嘛！我在电话里跟房东一直在吵架，李斯特从头听到了尾。可结果我挂了电话，你猜人家怎么着？你快猜猜。你有在猜吗？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，江大林？听了。你不是说你是不是又被房东赶出去了？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跟谭新凯去了趟校友会，魂儿还没有回来呢呀。重色轻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。他跟我表白了，他让我给他做女朋友。什么？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校友会，都是他的借口。他把我带到一个很大的会所，到处都是蜡烛啊、灯光啊、气球什么的，而且还有一个人弹钢琴。最重要的是，999朵玫瑰摆成一个心的形状。哇，我都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浪漫了。答应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想好。这有什么好想的？先答应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嘛。什么叫闲着也是闲着？怎么答应啊？我给你算笔账啊，租个会所，就算位置再差，一次也要几千块钱的，再加上布置、买花、把花送过去的运费，七七八八加在一起，打个8、5折，也要2万块。他现在也就是个市场部的经理，一个月工资撑死3万。为了跟你告白，可能他下个月就得去喝西北风了。太有诚意了！我这个事儿到你嘴里全是钱呀，这一点浪漫幻想都没有了。怎么没个男人对我这么好呀？
叶可是我们公司的好员工啊，顾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来，拍个照啊！这是干嘛呀？拍这张照片留个资料。我们根本不相信老爷会主动提出私了。老爷是什么人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。我们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，不能因为他是个外卖员，就随便让别人欺负。谢谢。小叶啊，你是个大学生，又不是本地人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千万别轻易答应和解。像董小鹏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得到严惩，应该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你只要出一份授权，我就让公司的律师帮你打这场官司，一定跟董小鹏斗争到底。钱方面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费用，你1分钱都不用出的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今天啊，我把我们公司律师都带来了。一人三餐徐斌在他们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，不管董小鹏是什么来头，都会将这件事情追究到底。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。从一人三餐发声明说要跟董小鹏死磕到现在，不到2小时，一人三餐的微博搜索指数已经急速上涨20多倍。而明通股份的股价本来最近是随着大盘一路看涨，这个微博一发，居然跌了1.2%。从叶永福被撞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一人三餐一声不吭。现在我们已经为叶永福重新调换了病房，也在努力的劝和着。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？中间有什么猫腻吗？老大，我们已经查过了。最近一人三餐被爆出存在大量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内幕，工商部门正在调查中。昨天之前，本来网络上还有控诉一人三餐卫生问题的新闻，结果他们一发微博，这些新闻居然消失了一大半，现在都变成一人三餐力挺叶东烈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一人三餐的行为很明显是在转移舆论的注意力，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。喂，怎么了，魏哲？Stella， 有件事情还得麻烦你一下。董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个一人三餐就是为了蹭热度。我不管一人三餐要干什么，这件事如果再闹下去，明通的股价就会继续受到影响，我在董事会的日子也会更难过。明通的股价每跌1个点，你知道我们会损失多少钱吗？这件事拖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对不起，董总，也许是我们给叶家开出的条件还不够丰厚，要不然价码再提升一些，我再去找叶东烈谈一谈。你觉得还有用吗？叶东烈如果是为了钱，他早就狮子大开口了。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一人三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他们是冲着人来的。你知道董事会的那些人个个都拎着刀，就等着我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发话了，如果小鹏的事被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我立刻引咎辞职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吧？我懂了，我会尽快和 DL 那边沟通一下。有些事儿 DL 做不了，只能你去做。你是我们家的私人律师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花多少钱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平息下去。你记住，保住小鹏，就是保住我，保住明通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见到你们第二公司任何人。我不代表我公司，今天我代表我自己来。我来谢谢你，上次你教给我那个方子真的很管用，我嗓子好多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你去了，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。听一下，从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开始，把后面全部剪掉，再把后面那个医生说的，好像还说了句话接上去。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。可以把刘东接受采访说的话截一句，也放到前面。把小鹏接受采访说的那句“绝对不会逃避责任”也放上去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父亲出事之前一直住在这儿。这里是一人3餐的宿舍，地处城郊，房租非常便宜。没来过吧？我住在大学城，离这儿很远。每次我要来找他，他都不让，说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。你爸爸是个好父亲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什么苦都愿意吃。他不让你来这儿，肯定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他生活在这种状态下，怕你觉得丢人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一虎4天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一人3餐公司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员工，是不会把员工安排在这儿住的。从你父亲出事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儿？他们来看望你了吗？说过安慰的话吗？没有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爹啊，可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给予你提供最实实在在帮助的，只有我们。换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董小鹏那个人渣。我没有说董小鹏，我说的是一人3餐公司。告诉你一个消息吧，昨天，相关部门进行了突击检查，查出一人3餐公司的平台上有多家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。本来这事儿2天之后就要爆出来，可今天的新闻是，一人3餐公司力挺昏迷外卖员，对富二代肇事者抗争到底。现在你明白，一人3餐的老板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几天之后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还说要帮你打官司，是为什么了吧？还带着一大群记者，拿着那么大的一张支票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作秀。他们根本不是要帮助你和你父亲，是要利用这件事情，利用舆论来扭转一人3餐公司的困境。现在好了，
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一人三餐公司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情义、有骨气的公司，卫生许可证的事情没人提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徐斌利用了我，可你们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是董小鹏的公关代理人，可我们绝不会袒护当事人，更不会掩盖真相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，始终把你父亲的治疗和他未来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认为你们每个人都在演戏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。叶东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眼中看到的好人，不一定都是善良的；你认为的坏人，也不一定都是邪恶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冷静，在你父亲的问题上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选择？你告我怎么选择？你跟那个魏哲都来跟我说，让我识相把钱收了认命，还美其名曰的说是什么利益最大化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收了这个钱，我等于承认了我爸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，我等于承认了网上对他所有的指责和谩骂。如果有一天我爸醒了，我有脸见他吗？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你接着说。是，我是穷人。我爸每天骑着这些电动车，10几个小时送外卖供我上大学。他过得苦，但是他命不贱。这些有钱人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是吗？你回去告诉董小鹏，我叶东烈绝对不会要他一分钱。这件事我一定追究到底。他不仅撞到我爸，最重要的，他撒谎，他损坏了我爸的名声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江总，先别走，这是您的玫瑰花。我的？是的，今天早上送到的。江总。志强，不客气。多少朵啊？我数过了，19朵长柄红丝绒玫瑰，花语是江总早，珍惜对你的爱。江总早。早。江总早。你好，请问 Stella 是在这儿吗？是的。这是送给她的花。谢谢。这么多种花，花语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请。Stella， 这是送给您的花。谁送的？您先生崔英俊。帮我扔了。啊？需要我亲自去吗？不用。见花如面，我想每天给你送19朵玫瑰花，这样我就能每天见到你了。都摆上了，都是玫瑰花，有的被供在花瓶里，有的却被扔到了垃圾桶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你问我。我想说，都是玫瑰花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。
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，咱们开个会吧。各位，这个会是我临时召集的，我有件私事要宣布。我和崔云俊之间出了些问题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准备离婚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私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些麻烦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事先通知各位。就这些了，散会吧。江总位者，请留一下。昨天我带着叶东烈去了他爸爸的宿舍，我告诉他一人三餐在利用他，可我没想到他的抵触情绪那么大，完全不相信我的话，而且认为我们也在利用他。他断定董小鹏是在撒谎，要求董小鹏必须受到惩罚。离婚也要宣布啊？当然，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那你今天去见叶东烈，准备怎么劝他呀？没有更大的诚意，去了也没用。我看到那个司机啊，从车上下来之后，就非常着急的去查看那个被撞人的情况。那个被撞人呢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后来那个司机拿了一叠钞票赎给那个被撞人，我想应该是两个人谈和解了嘛，就没什么事了。我也就没上前去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：“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，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”这个你收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段视频对外公布，以正视听。一定不要让一人三餐混淆视听。我知道，这段视频一旦公布，可能会对叶永福父子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一人三餐为了博得公众的好感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董小鹏身上，甚至还连带了董总和明通。董总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必须立刻反击，尽快调转舆论的风向。严律师，这段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再次进行了调查取证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证据来的正是时候，咱们马上安排对外发布。这是严律师，我希望你再去劝一下董小鹏，看他能不能再去医院道一下歉。还去？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叶东烈不肯和解，董小鹏再去多少次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叶东烈原不原谅他是一回事，董小鹏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可是叶东烈情绪很不稳定，怕董小鹏去了，叶东烈再动手打人。从制造公关事件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是件好事。人心是最善变的，之前大家憎恨他，是因为可怜叶永福。如果这次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打了他，我猜这些吃瓜群众们心里的怨气至少会消到一半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开始同情董小鹏。那行，我回去再做做董小鹏的工作。江总，我来之前，董总特地强调，
你们两家是世交，你和小鹏是发小，所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啊，慢走。严律师慢走。路易斯，把那个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哦，路易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再看一遍视频。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你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咱们不是见过刘东吗？那个视频是有问题的，被剪辑过了。我不相信你没看出。严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，你没有听着吗？这是他再次调查取证后的结果。你不相信律师是吗？我相信律师啊，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还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？公关的原则永远是客户至上。你上瘾了是吧？习惯了拿着客户的钱，永远跟客户对着干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想搞清楚。搞清楚什么？你现在最应该搞清楚是你自己的立场。别以为上次 New Face 那案子你侥幸过了关，你就以为这一套永远行得通了是吧？明通不是 New Face， 董天惠也不是顾凯雷。这一次你不许给我胡来。我没。我没有胡来，我是真的觉得视频有问题。算我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帮帮我，那个视频你先不要发出来，让我查清楚。如果是我错了，我真诚的给你道歉，我认我这个学生就行了。唐姐，您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最近酒店里有点关于你的传闻啊！啊？什么传闻啊？按理说这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该问，我也管不着。只不过你家那位太后娘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把大客户惹毛了，就不是你的私事了，这我就得管了。哥，你别总上纲上线的。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们就是小两口闹点小矛盾。小矛盾啊？小矛盾 ，Stella 能搬出去住。现在到处都在传你跟 Stella 分居了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要搬也应该是你搬出去啊，或者让 Stella 搬到咱们酒店来住。他这一搬好嘛，搬到安豪国际去了。安豪国际是咱们头号竞争对手，这是个多么糟糕的信号啊！不是，哥，没这么严重吧？夫妻之间吵架拌拌嘴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们俩在家是夫妻，出了门那就是客户关系，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，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。客户就是上帝 ，Stella 就是你的上帝。你敢跟上帝吵架，你吃饱了撑的。哥，我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年的 KPI 摆在那里，咱们酒店1/3的会议活动都是靠着 DL 的。你说你该怎么做？哥，我现在就把他接回家。对，要快，要赶在别的酒店去 DL 跟我们抢单子之前，去把你亲爱的老婆大人接回啊！好好赔个不是，买点礼物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嘛。以后要是再想跟你亲爱的老婆大人吵架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吃着人家的，喝着人家的，用着人家的，你所有的业绩都是靠着人家，就吵不起来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找个房还没你这办公室一半大，上来就给我8000块钱一个月，而且到处都是蟑螂，说不定还有老鼠，可把我给恶心坏了。你说这找个房怎么这么难呀？啊，上来就要+3押2，一下子就要4万块钱，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钱？我抢吗我？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江大林，江达林，我在跟黄浦江讲话吗？我听着呢。你个骗子！你在看什么呢？
车祸监控视频。车祸监控视频比我找房还重要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个视频有问题，你快来。怎么啦？你看啊，这个角度实在是太远了，根本看不清这两人在干什么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现在网上只能找到这一个版本，如果有多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就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觉得交管中心会不会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啊？当然有了，那可是交管中心啊。本姑娘可以试试。大林，我带你去申请提取监控视频。行啊，这样你都有熟人，好好教导。怎么认识的？这个人之前在我们培训学校的路口当交警，有一天下着大雨还在那儿执勤，我心一软给他递了把伞，就这么认识了。心一软还能心一动啊？别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来了啊！少年，赵队长来了，楼上请吧。好。艾米，骚怎么说？他让你把他先打发走。他让你去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方面我哪有经验？崔先生好。可以进去了是吧？哦，不是 ，Stella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你没跟他说是我来了吗？说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就说，请您先回去吧。不可能！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随便闯进去，我们这儿是有规定的。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定。哎，崔先生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一切都准备好。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。崔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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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黄玫瑰。对不起，Stella，不是我们让他进来的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你们两位的任务完成了。哎，这非常谢谢。小姑娘有前途，小姑娘也不错，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啊，谢谢。哎。都是我的错，想到随便你。我们俩现在已经不联系了，真的。手机、微信我全都删了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没在一起。那个什么。老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住宾馆了，宾馆多贵呀。再说了，哪有咱家舒服啊？老婆，你放心，照顾好你，伺候好你，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。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起来，你先回去。给我留点面子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我哪敢起来呀？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天天七上八下的，真的，老婆，你原谅我。喂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请再等我10分钟，拜拜。谢谢老婆，10分钟的时间够了。这是我准备的悔过书，那个，你好。
我给你读，你听着啊。回过书，致亲爱的思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2555个日夜。我们在一起整整7年了，都说是7年之痒，而你却从来没有刺挠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，不是每一次对不起都可以换来一句没关系。我也知道，我的这句我错了，其实只能换回我自己的心安。够了。爱你的俊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我说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老婆，你跟我玩真的是吧？假如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请联系我的律师和后卫。听说 Stella 离家出走，在暗号国际住了好几天了。他们真的要离婚啊？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啊？一定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那种错。崔英俊可真有一套，说跪下就跪下，我都能想象他当初是怎么拿下 Stella 的。能屈能伸，这种男人最可怕了。你看他现在多省心啊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酒店业务都给他了。差不多得了。像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公司领导，这样好吗？有句老话，你们给我记住啊，没你的事儿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选错了人啊，哪怕是像 Stella 这样的御姐，也是这样的下场。睁大眼睛找哦。我还会再来的。都报表做了没？你们给我作证！如果 Stella 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 DR 公司跪穿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说到做到。戏也看完了，干活去吧。邦尼帮助江达林向警方申请，为了协助调查案情，特此从交通管理部门处取得董小鹏撞人的监控视频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买的面膜真不错，下回给你也带2盒啊。哎，你说你看这么认真，你看出什么没啊？明信坊小姐姐，快来！干嘛？你来呀！你看这个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角度不同，这看上去2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完全不同了呀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科技可真发达。耳朵听上去不是真的，这眼睛看上去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呀？唉，俗话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句话得改呀。走火入魔了吧你？你不懂。郑早什么事儿啊？严律师的视频有问题，
我找到证据了。还要再看一遍吗？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刘东是从董小鹏的身后路过的。董小鹏背对着刘东，刘东连董小鹏的脸都看不到，他怎么能看到董小鹏在说什么呢？你还真够执着的啊。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证明刘东在撒谎。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肯定是有人收买了他。这也足以证明之前董小鹏说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公关准则第1条，客户至上。客户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什么。严律师拿过来的这段视频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筹码去跟叶东烈谈和解。只要叶东烈同意庭外和解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而且我跟你说过，网友是最健忘的。我敢保证，不出1个月，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最想得到的结果。Do you understand？ 那叶东烈怎么办？叶永福怎么办？是，网友可以忘记，董天慧、董小鹏都可以忘记，可是叶东烈不会。他的父亲为了1万块钱变成了植物人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将永远活在巨大的阴影当中。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我们就要这样无动于衷吗？人得学会适可而止，很多事情只是立场问题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墙角呢？你不只逼你自己，作为学生，你还来逼老师，这样大家都没有退路。这好像是你到了 DL 之后第1次来找我啊？怎么样，当合伙人感觉还好吧？不好，一个人干很纯粹，当合伙人跟一帮人干，矛盾重重。什么矛盾？我接了个案子，当事人交通肇事逃逸。但是他一直撒谎，坚称他自己是无辜的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继续追究下去，我一定能让我的客户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这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。这让你产生困惑了？这还不是第1次。上次杨默的案子，整个事情的发展完全跟我的预期背道而驰，而且每一次的结果都在挑战我的法则。你说公关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对客户负责。我不能一次次的因为道义背叛了我的客户吧？那我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公关人了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了。谁在挑战你啊？我的学生。学生？我这个学生非常麻烦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立场。而且最头疼的是，他还不仅仅是我的学生，还是我的老板。老板？是女的吗？
他叫江大林。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啊。好现象。嗯。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怎么能被我学生的想法一次次牵着走呢？你不会被任何人的想法牵制。假如他牵制了你，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想法中一直有不谋而合的部分。我跟他不谋而合。是的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你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，所以你认为你的原则是对的，这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啊。你认为你的原则不可打破，现在这个叫江达林的把它打破了。你在教他的同时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你。真相往往是残酷的，人们都不愿意面对，就像你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原则有问题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想要治愈你的焦虑症，你必须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。怎么和解？有斗争才有和解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江大林多气我几次，说不定能治好我的焦虑症？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老大，都查清楚了。刘东，37岁，本地人，新荣物流仓库保管，未婚，现在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复兴坊。这是他的简历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有特别的。他当初上技校的时候学的是焊工，后来在船厂工作时不小心被电焊灼伤了眼睛。之后才做的仓库保管。你是说他的眼睛有问题？对，他是近视眼，双眼视力都是0.3，要戴300度的眼镜呢。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他没戴眼镜？老大，你没看简历啊？37岁未婚，喜欢漂亮，所以平时都不戴眼镜。你们又找我干嘛了？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车祸那天晚上，你是真的看见董小鹏和叶永福说话？是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根本就这点事情，你们烦不烦了？你是近视眼吧？是啊。多少度啊？300度。平时戴隐形眼镜吗？戴啊。车祸那天晚上你戴隐形眼镜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路易斯。这是我们向警方申请后，在交通部门取得的监控视频。看清楚了吗？从这几个角度看很清楚，董小鹏他一直背对着你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在说话。但是我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在说话，他肯定是跟他撞的人说了。车祸的时候是凌晨1点，那条路上只有1盏路灯。以你和叶永福的距离，就算是视力正常的人，也不可能看清楚叶永福的脸。你不仅是近视眼，还没有戴隐形眼镜。请问，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按照刑法条例，为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，轻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重则处3年以上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告诉我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严律师。那你想好怎么说服大家了吗？实事求是。首先，你得支持我，你不仅是我的合伙人，你还是我的老师。
这个案子是我们 DAL 成立危机公关团队后接的第一个业务，我真的是不想留遗憾。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利随名往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，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留住名声，替 DAL 守住口碑。